你有没有试过赌上全部的一次选择，那种这一步走错就再也回不去了的决定？今天我们要聊的主角喇合，他正面临这样一场信心豪赌。约书亚记第2章的最后这段15到24节，就是一部信心与命运交织的悬疑剧结局。从屋顶偷渡到墙外逃生，从红绳悬命到应许确定，你会发现信心有时不是躲在祷告里，而是用生命去挂一条绳子。画面来了，喇合家在耶利哥城墙边，夜色深浓，2个以色列探子刚被他藏起来，现在是逃命时间。喇合打开窗户，拿出一条红绳绑在窗上放下去，探子们滑下绳子，手还没放开，他在上面叽叽说：喂，等一下，你们得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啊！探子们喘着气回头：我们起誓，我们一定照你说的做。他又补一句：我父母、弟兄、姐妹，他们全家都要救。探子们：没问题，但有条件哦。到时候这条红绳要绑在窗上，你家的人都得待在里面，不然我们概不负责。是不是有点像签约前那堆细项？此保单不包括外出活动、爬墙行为或自己跑出去玩。想象那一夜的画面，喇合手一边放绳子一边颤抖，那红绳在月光下闪出一抹深色，那是信心的线索。他知道这一条绳可能就是他家与死亡之间的界限。那条红绳是他的信心上传到神的云端，这让我想到现代人信心的样子。有些人信神，但信得像是备份档，有需要才开，有灾难才造，平常先放云端不打开。但喇合不一样，他的信心不是备份，是主线任务。他没等看到城墙倒塌才相信，而是先挂上红绳，再去等待那一刻的到来。你可以想象一下邻居的反应吗？隔壁太太隔窗偷看，喇合家怎么在窗外挂红线？新开店哦。另一个人说，听说他最近改信别的神呢，还说那神会让城墙倒。大家边讲边笑，但喇合心里知道，你们笑吧，这条红绳不是装饰，是救恩。有时候信心看起来就像愚蠢，别人以为你迷信，但你知道自己在信谁。探子逃走后，照喇合说的，上山躲了3天，等巡逻队放弃搜寻之后，他们回到约书亚那里，报告说，确实是耶和华把那地交给我们了，那地的一切居民都因我们的缘故胆战心惊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整章的开头是约书亚派出探子，结尾是探子带回信心。他们出发时是为了看敌人多强，回来时却说神比我们想的更大。信心的任务从头到尾都不只是侦察敌情，而是让人看见上帝已经在敌人心中工作。红绳的画面在整本圣经里有一个惊人的呼应，还记得吗？出埃及记里，以色列人涂上羔羊的血，死亡天使就越过。那红色是拯救的记号，到了耶稣时代，他在十字架上流血，那红色再次成为人得救的记号。喇合的红绳其实预告了福音的主线，神的救恩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贯穿人类历史的计划。喇合用红绳救了家，耶稣用红血救了全人类。同样的颜色，不同的时代，同一个救主。每个人的窗边都有一条信心的绳子，只是问题是你挂在哪里？
有人挂在财富上，希望银行不倒就安心；有人挂在人际上，只要有人挺我就没事；有人挂在成功上，只要我够努力就能撑。但你知道吗？真正稳固的绳子是绑在上帝的信实上，那绳子不是用来逃避现实，而是提醒你，神在你还没出发前就已经安排救恩的出口。所以今天的问题不是红绳在不在，而是你敢不敢挂。